海玲，你松口，松口，我们都松手。海玲趁他松手时，左右开弓，狠狠地抽着周红林，打得他眼冒金星，嚎嚎叫。打累了，才从周红林身上起来，转身出去，从厨房里拎了一把铅笔刀。此时周红林正在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以及姐姐告状，见到海玲拎着铅笔刀进来，吓得他脸色巨变，顾不得再告状，撒腿就跑。看到父母姐姐时，周红林那个委屈。红林都说了，他下班回来饭都没有得吃，你是怎么当人老婆的？还要红林自己做饭？红林什么时候做过饭了？他有气，打你2下，你受着便是，还反抗了，你还有理了？就是，你看看你把我儿子打成了什么样，像你这样的泼妇，信不信我让红林把你休了？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离了红林，你能不能活着都是问题。他不是坚持要 AA 制吗？我不过是按他说的去做，他有气就可以对我动手动脚了。你们看到他这副样子心疼，就没有看到我被他打得也不成样子了。你们的儿子是有父母生养的，难道我就没有父母生养？是我爸妈死了，就算我是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了，我也不是任你们欺负暴打的。你们是一个个来，还是一起上？尽管放马过来，我今天就把丑话搁在这里了。不想跟我过了，直接说，别给我整家暴。老娘不是好欺负的，你们再敢欺负我，毒打我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上你们一家子垫底。周红林，我早就说过，你敢打我就别睡着了。泼妇，泼妇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红林，走，跟爸妈回家。红林，你就跟他离婚。周阳要过来，不要给他，看他还嚣张不？我要是和他离婚，爸妈，你们能帮我带杨洋吗？爸妈还帮我带宝宝呢。杨洋还小，我和你妈帮你姐照顾宝宝，还要接2个大的上放学，哪还能照顾杨洋？红林，离婚的事不要冲动。你不要给他生活费，断了他的经济，他就嚣张不起来了。等洋洋可以上幼儿园了，你要离婚就离婚吧。洋洋上幼儿园，我们只管接送就行。要是不想离婚，以后就不要再动手。海玲，够狠，你斗不过他，就老老实实的别家暴他了。红林，妈之前就提醒过你，不要做得太过分，看在洋洋的份上，你也要有个分寸。你外面的那个女人，妈见过了，她怕是没有海玲这般能吃苦的。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前几天晚上妈看到你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一起，那股亲热劲儿，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佳妮善解人意，又年轻漂亮，我觉得我对佳妮才是真爱。人家看重的是你的身份地位及收入，你要是还像以前那样只是个普通的职员，谁看得上你？娶妻当娶贤。红林，你在外面玩玩，妈不管你，但你要是娶那个女孩子，你一定要慎重，免得将来后悔。红林，这几天你都不要回去，也不要给他钱，不要向他低头，定要他先向你低头认错道歉，并保证不再犯了，你再回去。海童，战先生想说什么只管说。阳台那里的几盆发财树，我看你照顾得很好，能不能让我搬到办公室去，摆在我的办公桌子上？那几盆发财树都挺大盆的，你要是摆在办公室里，最好不要放在桌子上，太占地儿了，在办公室里挑个位置摆放就行。我就是想摆在办公桌上的发财树嘛，摆在办公桌上能帮我招来财运。那你还不如买只招财猫摆在办公桌上呢。对了，你要是摆在办公桌上的，我送你一盆发财树的工艺品吧，那不算大，占的地儿不多，又好看，寓意也好。你有现货吗？你的工艺品都编织得很不错，奶奶特别喜欢，你送给奶奶的，奶奶都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，但凡有人问起来，奶奶都会把你夸了又夸。有是有，不过都是客人们预定的，咱们是夫妻，倒是不用太着急，我明天再帮你编织一盆发财树吧。招财猫要吗？你还会编织招财猫吗？会啊。那我就贪心点，你再给我一只招财猫吧。好，战先生，你帮我那么多，仅是请你吃饭，我觉得还不够，就给你买身新衣服。你知道我穿多大的尺码？问奶奶的呀。下次给我买东西的时候，有拿不定主意的就问我。你工作忙，我不好老是打扰你。战先生，现在还早，咱们出去散散步吧。说来，我搬到这里住了一段时间，还没有在小区里逛过呢。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看你长得帅，多看2眼，赏心悦目。战先生长得好看，人也优秀，说明你的基因很好，将来你要是有了孩子，肯定是个聪明伶俐的。你想给我生孩子？奶奶老是劝我扑倒你，给她生个曾孙女抱抱。我知道战先生对我无感，事实上我现在对战先生也没有爱，没有感情的夫妻，真扑倒了你，感觉那不像是夫妻之间的灵魂交流，倒像是我去嫖了你一样，就差给钱了。咱们俩不会有孩子的，还是让奶奶催一晨他们吧。
战印听着这句话很不舒服，抿唇不语。战先生是不是怀疑我是个心机女？其实我嫁战先生还是带着企图的。图战先生有套房子，我嫁给你，可以搬过来和你一起住，我能省点房租钱。我知道。战先生真的很聪明，你看人的眼神特别锐利，感觉被你看着，内心世界都被你看透了。我现在就没有看透你的内心世界，不知道你说这些的真正目的。没什么目的，就是咱们夫妻俩很少这样聊聊天，说说话的，你又不会主动聊天，为了不让咱俩都尴尬，我只好找话题和你说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去，免得你浑身不自在，好像我随时会扑倒你似的。海童，你是女孩子。女孩子怎么了？说说又不会掉块肉。走吧，回家。战先生，你还没有吃早餐。我今天要开早会，不能迟到，怕路上堵车，得早点出门。我都做好了，你不吃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，我帮你打包好，到了公司就赶紧吃，别饿着肚子做事。好。另一边，商小飞打算去给战印送早餐，结果堵在路上，于是把车开到商店的门口，就在路边拦车。这一拦到了刚好路过的海童。美女，有事？你能送我一程吗？堵车堵得厉害，我赶时间。你要去哪里？詹氏集团。你上来吧，我送你过去。谢谢你呀。小事情一桩，不用道谢。能问一下你贵姓吗？我怎么总觉得你有点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面？我姓海，我对美女很有好感，遗憾的是我以前真没有见过你。你姓海呀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有条热搜说不孝孙女的事，被指责是不孝孙女的主人公就是姓海的，当时还配有一张相片，我看你和相片上的其中一个小女孩有点像，是不是你？美女好眼神，好记性，我想不记住你都不行。你们的那条热搜可是分走了不少网友的注意力，反转后的热搜现在都还在热搜榜上呢。美女，你该不会是商氏集团的千金吧？你真聪明，一猜就中。那真是太巧了，我还得谢谢商小姐的出手，压下了热搜，我姐妹俩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商小姐这是来给战大少爷送早餐的吧？啊，那商小姐快进去吧，都8点多了，商小姐再不送去，战大少爷就要饿肚子了。他估计还没有到，路上堵车呢。我是想抢在他进公司之前赶到的，幸好你送我一程。没事，我那件事有商小姐出手，我对商小姐是感激的。你也不用谢我，我都是为了我自己。海小姐，今天你帮了我，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给我打电话，我能帮的一定帮你。商小姐先忙，我预祝商小姐心想事成。谢谢。大少爷，刚刚走的那个人好像是大少奶奶。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？战印。商小姐。战印，你叫我小飞就好。我特意给你送来了早餐，你趁热吃了，还有这束花送给你。堵车堵得那么厉害，你是怎么飞到这里来的？我聪明呀，把车停在人家商店的门口，通知我家保镖过来帮我开车回去，然后我再拦了辆电瓶车，就一路畅通无阻地赶过来了。战印，说来真是神奇，我就那样随手一拦，居然就拦到了热搜人物，就是那条不孝孙女热搜的主人公海童。他人挺好的，我们俩竟然一见如故。哦，战印，这早餐你收下呀，我特意赶过来送给你的。战印，商总，你再管不好你妹妹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战总，小飞也没有做太出格的事，他就是喜欢你，在追求你。我劝过他无数次了，总不能把他双腿都打断吧？看在我妹妹是第一个追求你的人，你就多忍耐吧。你用来追求战印的心思花在陪爸妈的身上，妈还能开心点。我也陪着妈呀，妈那是心病，心病还需心药医。我是妈的心肝宝贝不假，可真不是她的心药。对了，哥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顺手帮帮呗。什么事？我刚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就是那个叫海童的，我对她印象很好，也聊得来。网上的事情我也跟哥说过了，海童的那些极品亲戚太过分了，你顺手就把那个叫什么海什么的解雇了吧，别被他影响了咱们公司的名声。这种小事情还不用你哥处理。动他了？我没有动手，应该被停职了吧？那就好，最好他们都失去工作，再被大家骂死，常常被人网暴的滋味，简直太没有人性了。哥，我回家陪妈了，你忙你的。妈，你放开心点，别老是忧虑，郁郁寡欢的。小 A 要是还活着，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。老婆，小飞说的对，我们已经安排很多人去寻找了，相信总会有结果的。我就是最近总做着噩梦，梦到妹妹被人打被人骂，过得很惨。妈，天气还热，我想去海边度假，你陪我去吗？咱们出海捕鱼，吃海鲜。
怎么，你不用天天去赌你的战印了？我以为你饭不吃，绝不睡，天天堵着战氏集团的门口呢。追求真爱也不是1天2天就能办成的，我总要孝顺我妈妈。妈，好不好嘛？陪我去海边度假。老婆，出去散散心吧，别老是闷在家里了。好吧，我们去度假。妈，我结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他叫海童，我跟他那是一见如故。很奇怪，我看到他就有一股亲近之感。今天堵车他还送了我就给他留了名片。就是那个被极品亲戚道德绑架的可怜妹妹。对，就是他。你们俩还真有缘分呀，热搜都挨在一起，万千人之中，你拦车，居然拦到他的车子，他竟也乐意送你去战氏集团追夫。更难得的是，你竟然把他当成朋友了。老商，等会儿咱们盯紧天空，看看会不会下红雨，你的宝贝女儿也能交到朋友了。妈，你女儿就不能有朋友吗？我就是觉得海童很合我眼缘，他给我一股亲切之感，他还支持鼓励我追求战印，给我喊加油呢。你呀，一扯到战印，怕是连你姓什么都忘记了。改天有空了，把海童带回来让妈见见。看看他会不会和我联系，等我们很熟悉了，就带回来让妈看看。不是，妈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是给你的儿媳妇回来一样，我是你女儿呢。你自己想歪的，还怪妈了。燕生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昨晚加班太晚，今天可以迟1点回公司。海童姐，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？路上遇到个美女求助，帮了她一把。海童姐，你什么时候有空请我吃饭？这个周六吧，小军也一起，反正周末咱们的店也没什么生意，不开门也无妨。你在家里待着，阿姨还会催婚，不如出来一起吃饭。好。海童，哟，今天吹什么风呀？居然把你们都给吹来了。我店里没有那么多凳子给你们坐，就不请你们坐下了，有事就说吧。海童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你不愿意出钱给奶奶治病就算了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每人掏一点也够奶奶治病的了，你好歹去医院看看奶奶呀。你在网上那样说我们，奶奶特别难过，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，那样不利她的病情。海童，打你的那篇博文删了，这件事就当结束了。一笔写不出2个孩子，我们不好过，你难道就能安心？我有什么不能安心的？我又不是胡编乱造，给你们乱扣屎盆子，我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。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过去看他的，但被你们这样道德绑架，颠倒黑白，乱扣不孝的屎盆子，我就不去看他老人家了。你们都骂我了，还想让我送上门给你们骂？海童，那是我们的爷爷奶奶，就算奶奶骂你2句又不会少块肉。虽说不用你们养2位老人家，但凡有点孝心的人都会给点生活费的。我们写的博文已经删除，你也该把你的博文删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对我们影响很大？你这是在网暴我们可以告你的，不过是看在兄妹一场的份上，私下协商，不想上升到官司层面。吃绝户吃得爽，吃得香，还想继续吃下去是吧？海志文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删，你有种的就去告我，我还要请媒体全程直播咱们打官司，我爸妈名下的房产地基就借着这次打官司一起分清楚吧，别跟我说你是我爸妈过继来的儿子哈，我爸妈死的时候是没有儿子的，你这个过继不过是借口，好霸占我爸妈留下来的房产。海童，刚刚是二哥说错话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和我们计较。二哥不用跟他多说，他不去就把他的店都砸了。你敢砸个试试？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海童，别跟老八一般见识，这小子说话就是这样。海童，刚才你二哥也说了那么多，我们怎么说都是亲戚的堂兄妹，血缘关系还很近的。这件事我们错了，我们向你说声对不起，就此结束好不好？海童，我们都不是圣人，都会犯错的，知错了就好。老人家一把年纪了，知道错了，你就给他们改错道歉的机会吧。我听说爷爷奶奶在医院里，只要不是睡着，不是在吃饭，他们都在骂我呢，半点都不觉得他们错了。真是想向我们道歉吗？没其他事，请你们离开，别一窝蜂似的挤在我这里，影响我做生意。海童姐，他们那么过分，你不要轻易和他们和解，先让他们急上几天，损失惨重再考虑和解，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很好欺负，哪怕道德绑架了你，只要假惺惺的和你道歉，说句对不起就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再有下次，他们依旧会想办法拿捏你的。我不会轻易和解的，他们也不是真心想和解，不过是迫于网上的压力而已，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，不得已来找我。要是对他们没有造成影响及损失，打死他们，他们都不会主动低头。说实话，要不是睁眼所见，亲耳所听，我都不敢相信世间上还有这么极品的人。
还不是一个两个，是一大家子。海童，刚刚你们的对话我都录了下来，防着他们又在网上胡说八道、乱编乱造的。太好了，小军，被他们气得我都忘记偷偷录音这件事了。战总，我收到消息，嫂夫人老家那些人去了嫂夫人的店里。海童是个自强自立的人，他占理，就算那些人都去了，也拿他没法子。还是战总明智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和你一起，我吃不下，八卦的像个女人，我喜欢清静。你今晚不用加班吗？怎么有空在这个时候过来？前段时间的那个项目已经忙完，进来可以不用加班。海童，你和战先生回家吧，店里有我看着，晚上也没什么事儿。那行，我们先回去，路过我姐那里，我们去看看我姐再回家。海童，你来看你姐吧。周姨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来看看我姐。海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姐和你姐夫打架了，你姐拎着铅笔刀追着你姐夫满小区跑。我姐和我姐夫打架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打架的，你姐夫被他家里人接走了，你姐没有告诉你，大概是怕你担心吧。周姨，谢谢你。彤彤，你又不用看店了。姐，你和我姐夫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因为 AA 制，他坚持要那样做，我也坚持我的 AA 制，就打起来了。我去找周红林算账。彤彤，别去，姐也就是一点皮外伤，她也讨不到好处。姐，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他敢对你动手，不去找他算账，他不知道怕，以后还会对你动粗的。姐知道，所以姐姐不认输，也把他暴揍了一顿。你是不知道的，他当时被你姐吓得胆都要破了，2条腿都在抖。都说夫妻第一次打架一定要赢，你姐我赢了，他以后就算想对我动粗，都要想一想后果。你和战业还没有吃饭吧？一起吃吧，姐再炒几个菜。姐，我来吧。海童，你今天暂时不要去找你姐夫算账。为什么？你得问清楚你姐，她到底还要不要和你姐夫过下去？要是他们夫妻俩还要过下去的，你当小姨子的就不要带着教训的目的去找你姐夫，当然也不能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总要问一问的。我也不是说不让你替你姐出气，要是你姐和姐夫撕破了脸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我肯定支持你去找你姐夫算账的。你说的也有点道理，我会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不出手教训人便是，不过警告一番还是要的，免得周家人以为我姐没有娘家人，任他们作贱欺负。你的发财树还在车上，一会儿回公司后就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彤彤，你姐夫的母亲和姐姐在店里等你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女人之间一般也不会动手，顶多就是吵架。你一个大男人的没必要和那些泼妇争吵，掉了身份。放心，不管是吵架还是打架，我都不会输的。周姐姐、阿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海童，你现在不忙吧？不忙，阿姨有事。我们过来找你当然是有事儿，你姐姐把我们家红林打了，你看这事怎么说？周大姐，你说我姐把我姐夫打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是我姐先动手的，姐夫不曾还过手，姐夫被打成了什么样？住院了。就算是红林先动手的又怎么样？你姐姐就是该教训教训，那天红林都想教训她的了，考虑到你带着你丈夫过去，给你姐一点面子，我们也劝着她，她才没有动手。就你姐姐做的那些事，哪个男人遇着了不会大耳光抽过去？你姐做错了事，被丈夫打那是她活该，她好意思还手，还把红林打得脸青鼻子肿的，几天都不敢回家。海童，你是比你姐姐小几岁，但你现在已经嫁人，就是独当一面的了，你是你姐的娘家人，这件事我们只能来找你谈谈怎么处理。你必须让你姐买上厚礼，去我们家向红林赔礼道歉，并写下保证书，以后再也不和红林动手，把红林接回家去。海童，你周姐姐说的在理，哪家当老婆的不上班，在家里不做饭的？红林要上班，工作又忙，忙了一上午，回到家连午饭都没有的吃，还要他自己动手烧菜做饭。他这样跟没有老婆的单身汉有什么区别？也就是我们周家厚道，忍了你姐，换成其他人家，看看人家会忍你姐吗？早就离婚，把你姐扫地出门了。阿姨，你是帮周姐带孩子的，你觉得带个孩子容易吗？你觉得你带着一个2岁大的孩子能赚钱吗？周姐是有3个孩子，但她的孩子都是你和叔在照顾，她只管生而已。我姐生的是你们周家的亲孙子，但你们当亲爷爷奶奶的，从来没有搭把手。你也好意思拿周姐和我姐比？要是你能帮我姐带孩子，我姐也能出去上班，也能赚到钱。在我姐结婚前，她的收入是比姐夫高的。孩子是自己生，自己负责的，公婆没有义务带孙子。是啊，孩子自己生自己负责，周姐怎么不自己负责？我爸妈愿意帮我带孩子，你有本事的叫你姐去找你爸妈帮她带孩子呀！啊，
海童，你做什么？嘴巴那么臭，那么毒，帮你洗洗。你弟妹的爸妈早就死了10几年，你说这话也是诛心。怨不得海童生气，可他也不能泼我一脸水，把我衣服都弄湿了。海童，你知道我这身衣服多少钱吗？你赔得起吗？你这套衣服要是正品，倒是值千把块钱，可惜你穿的是西贝货，不值钱。你要是花了1000多买它，那就是被骗了，没有花那么多钱，顶多就是100几十块钱。你懂什么？你才穿西贝货呢，我这是正品，1000多一件，你穿得起吗？穿不起就嫉妒我，说我的是西贝货。呸！姐的衣服随便一套都好几千元，名牌的都要几万元，就你这件衣服，在我家就是抹桌子用的抹桌布而已。海童，你请的是什么员工？这样的态度，你赶紧把他给开了。对不起，那不是我的员工，这是我店里的股东，周姐。咱们先不说衣服的事，我姐夫妻俩的事，我把我身为娘家人的态度摆出来。周红林既然要 AA 制，我姐做的就是 AA 制，这没错，她提出来的，后果她得承担。别想她自己 AA， 却要我姐全部付出，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？打架的事是周红林先动的手，他把我姐往死里打，我姐是为了活命才反抗的，他那是正当防卫，想让我姐赔礼道歉，不可能。倒是你们回去劝劝周红林，向我姐赔礼道歉才是正道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嫌弃我姐了，可以把我姐送回来，我能养得起她，但你们不能对我姐动手。这一次看在我姐还手了，我就不跟你们算账了，但再有下次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对了，你们该知道我是学过散打的，我打起人来比我姐厉害多了。你们要是觉得周红林承受得起，就当我没有说过这些话。就你姐离了红林，谁要她？红林看到她都倒胃口。哼，离婚，要是离了婚，她嫁个70、80岁的老头子都没有人要。周红英，海童，你周姐说话就是不经大脑。俗话都说劝和不劝离，别说离不离婚的事，那样太伤咱们亲家感情了。洋洋还小呢，可不能在破碎的家庭成长。让你姐去把红林接回来吧。周红林是断了2条腿，还是不认识回家的路？需要我姐去接她？你这丫头怎么油盐不进？反正红林不回家，也不会给你姐生活费。你姐要是能自己养活自己，就让她一辈子别登我周家门。海童，你也太好脾气了，换作是我，早就大扫把打过去了，太气人了。我没见过这般极品的人，和你老家的那些亲戚有的一拼。他们不动手，我也不好动手，耍嘴皮子，我也不会输给他们。让海玲姐现在就去找工作，找自由一点的工作，有工作，有收入，有底气，稳定下来了就离婚吧。像你姐夫那样的男人，还留着做什么？我会跟我姐好好说说的，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海玲姐以前是干财务这一行的，我问问念生，他们张氏集团要不要人，把海玲姐安排进去。我姑丈家里的公司虽不如战氏集团，也不如商氏集团，但也是大集团，福利待遇都很不错的。能行吗？我姐离开职场3年多，这几年都与社会脱节，重回职场等于重新开始的。念生现在在他们家公司也还在历练期，怕是不好安排我姐进去吧。你周末不是要请念生吃饭吗？到时候问问他，看看他能不能安排。他要是没这个权利，我亲自去找我姑丈。那行，为了我姐，问问念生。小军，谢谢你。周家人走了吗？他们没有做出过分的事吧？我自是把他们对得无话可说，落荒而逃了。我想着我们是文明人，忍了，没有用扫把轰他们。你姐夫在哪家公司上班？威浩电子公司，规模挺大的。我姐和周红林都是毕业后就进了那间公司工作。我姐原本是财务的，结婚前都干到了财务总监。她天真，太相信周红林了。婚后就辞掉了工作，在家里备孕。后来怀孕生子，又带娃，离开职场3年多了。周红林倒是一路往上爬，现在已经是公司经理了，配有小秘书。战先生，你认识威浩公司的人？不认识，不过听说过这家公司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我能解决的都会自己解决的，现在不用你帮忙。真要说帮忙的话，问你件事，你们公司财务不需要人吗？我姐得重回职场，那样才有底气想以后的事情。海童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帮到你，我们公司财务部不需要人。没事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我姐有经验，只要她决定重回职场，相信她能找到工作，重拾自信的。你在上班吧，你先忙。夫妻俩结束通话后，海童又打电话给姐姐，跟姐姐好好的计划着未来，一直聊到姐姐说要做饭了，海童才结束通话。请问哪位是海童小姐？
我是，请问你是？海小姐，我是宛城大酒店的经理。不久前，我接到了一位战先生的电话，是他吩咐我给海小姐送来2份午餐的。战先生已经支付了餐费，海小姐请慢用。要是觉得我们酒店的饭菜好吃，记得给个5星好评。谢谢，我算是沾了你的福，想不到战先生会这么体贴，帮你买好午餐，让人送过来。他肯定是看到过你吃外卖，心疼你呢。海童，战先生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，虽说他也防着你，还跟你签了半年协议，相处时间长了，说不定他就会主动销毁协议，要与你做一对真正的长久夫妻呢。你可得好好的考虑考虑。不过是请你吃一顿饭，你就成了他的说客了。我和他相处的还可以，目前来看，我们都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意思。我岂是一顿饭就能收买的？再说了，你才是我的好闺蜜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任何情况下，我都站在你这一边的。有事吗？那个战先生，谢谢你让人给我送来的午餐，饭菜都很好吃。我中午有个饭局是在莞城大酒店，想到你每天叫外卖，吃多了也不好，就帮你点了几个菜，让经理安排人给你送过去。以后尽量少吃外卖，你要是喜欢，我每天让酒店的人帮你送饭。有空的时候，我和小军也会自己买菜做饭，忙的时候才会叫外卖。你别每天送，莞城大酒店那是咱们莞城最高级的酒店了，饭菜好吃是好吃，肯定很贵吧？偶尔吃一餐还无所谓，天天吃，咱们吃不起的。那你尽量自己买菜做饭，不要吃外卖了。你要是老吃外卖，我就天天叫人给你送饭过去，大不了1个月的收入都用在吃饭上。行，我以后在我们家附近的超市买好了菜，带到店里来，自己动手做饭，不吃外卖了。你也别叫酒店天天送，太贵了，咱们真的吃不起。虽说人的嘴巴生来就是为了吃的，可是1个月的收入都花在了吃的上面，就太那啥了。我今天发工资了，一会儿我给你转生活费，该吃就吃，该花的就花，不用太省的。不用了，你上次给我的生活费还有很多呢，咱们家的开支也不大，用不了多少钱的。没有花完，你就存着吧。男人花钱大手大脚的，把钱转给你，你存起来，以后遇着急事也有钱拿出来，否则我都花光了。也行，战先生，那你忙，我不打扰你了。晚上我可能会很晚才能回家，你给我留门就行，不用等我的。总算找到你了，商小姐。我等着你联系我，都没有等到，只得通过你那班极品亲戚找到这里来，这是给你的小礼物。商小姐太客气了，来就来了，还给我送小礼物。海通，你还会编织这些小玩意儿，好漂亮呀！商小姐若喜欢，我送给你，不过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我喜欢，很喜欢。海通，你这些小玩意卖的吗？卖的，我在网上也开有一间店，就是专卖些小玩意儿，平时销量也不错，这个月特别好一些。你等会把你的网店网址发给我，我帮你推销推销，是真的挺漂亮的。太感谢商小姐了。商小姐忽然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来找你确实是有事。海通，咱们俩都是上过热搜的，你那点事儿我知道，我的事情你也清楚，我就直接说了哈，你别笑我。来找你其实是与战少有关的，你也知道我很喜欢他，暗恋他好几年了，也曾经想过放弃的，发现自己无法放下，干脆就公开表白，大胆追求。反正我未嫁，他未娶，彼此都是单身的，我追求他也没有错，不犯法，也不犯道德层面上的事。可是没有人支持我，本来我大嫂是支持我的，被我大哥一说，他就墙头草，两边倒了。咱们虽然初相识，却给我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了，只能来找你诉诉苦。我爱一个人有什么错？我追求他有什么错吗？要是战少有妻子或者有女朋友，哪怕他再优秀，我也不会去追求他。我商小飞这么优秀，用不着和别人抢男人，可他明明是单身的，我爱了就要付之行动，努力过，哪怕没有结果，我将来也不后悔呀。商小姐没错，谁都有追求真爱的权利。用商小姐的话说，战大少爷未娶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你未婚，也没有男朋友，你追求他不违法，也没有违反伦理道德，正常的很。海通，你是第一个认可我追求战少的人。要说追求男人，其实和男人追求女人也差不多的，投其所好，坚持下去，水滴石穿，总会有回应的。我知道要坚持，执着点。不瞒你说，我大嫂当初也是主动追求我大哥的，我全程看着呢。那时候呀，我大哥也像战少那样高傲冷冽，不为所动。我大嫂天天来缠着我大哥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我大哥就被我大嫂拿下了。有段时间，我大嫂也想放弃的，
他不再出现在我大哥面前。没想到我大哥被他缠习惯了，他不再露面，有放弃之意，我大哥反而主动了。现在呀，在管城谁不知道我大哥是个宠妻狂魔？他喜欢什么，你就天天送给他。还有，抓住一个男人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，你再天天给他送好吃的，哪怕一开始他很不给面子，让你下不了台，坚持下去，说不定有一天他就接受了呢。你也说你大哥当初是习惯了你大嫂的存在，当你大嫂想抽身离去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时，不就成了？还有，你可以制造一些小意外，例如在他必经之路等着他，向他求助什么的。我想他只要不是铁石心肠，总会帮帮你的，然后你们俩便有机会相处了。海通，谢谢你给我支招，要是有一天我真能嫁入战家，成为大少奶奶，我一定重谢你。到时候请我喝杯喜酒就行。那是一定的，我要是能成功拿下战哨，我请你当我的伴娘。那你加油，我等着给你当伴娘。哎，我就不信拿不下他。彤彤，小军，你醒了。商小姐，这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也是我店里的合伙人沈小军。你好，海彤，我先走了。下午我要陪着我妈去海边度假，我们家在那里有栋海景别墅，有很多新鲜的海鲜吃。回来时我给你带点海鲜。那我就等着了。彤彤，你是怎么认识商小姐的？她还主动来找你。海童把商小飞拦他的车，送商小飞去战士集团的事情告诉了沈小军。这样也行。那个彤彤，这次的宴会是在段家的别墅里举行，段家和我姑姑家是邻居，生意上也有来往，所以关系很好，否则我姑姑也不敢带着我过去。你陪我去吧，我姑姑的意思是想让我和段家的大少爷谈场恋爱。我不去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去帮我长长眼呀。有你姑姑在，不用我帮你长眼。沈姑姑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，她才是过来人，你又是她的亲侄女，她自是想你好的。她既然想撮合你和段大少爷，你去试试呗，总比阿姨让人帮你介绍的那些所谓的优质男好吧。段大少爷长得一点都不好看，又矮又胖，他就是长得不好看，才35了还没有结婚。段太太着急，放弃了门当户对，想挑个家庭条件一般的。你是嫌段大少丑吧？彤彤，你再陪我去一趟吗？不去，我要和我家那位去约会，增加感情。我的招财猫好了吗？本来做好了，商小姐忽然来找我，她很喜欢，我便先送给她了，想着咱们住在一起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补上给你。战先生，你生气了？你把给我的东西未经我的同意就送给了别人，我难道不能生气？战先生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错，我明天就补回来给你，别生气了吗？这样吧，我多送你2样，一个招财猫，一条金丝编织的金龙，行不行？下不为例。绝对不会有下次的。商小姐是商氏集团的千金吗？她怎么会去找你？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商小姐来找我，是向我倾诉她对战大少爷的痴情，她追求战大少爷得不到家里人的支持，心里郁闷，还向我请求怎么追求战大少爷。你有法子，还是你以前也追求过男人？我哪有经验呀？我的初恋都是刚开始就结束的，可以说在感情上，我和一张白纸差不多。当然，我比你好一点，你才是一张白纸，摸一下你的脸，你都能跳起来，防色狼似的防着我。你给商小姐支了招？算是吧，我教她使出18般武艺缠着战大少爷，再在战大少爷每天必经之路制造点意外。战大少爷总不能是铁石心肠见死不救吧？只要战大少爷伸出援手，他们就有机会相处了。你在战士集团上班都见不到你们老板，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要我说啊，你们老板就是太过高傲，不肯与商小姐相处。相处过的话，他肯定会爱上商小姐的。我们老板绝不会爱上商小姐。海童，你最好别管这种闲事。若是哪一天被我们老板知道你给商小姐支招追求她，老板一怒之下报复于你，你这书店都开不下去。还有，你老公我也可能会失业。你们老板那般小心眼的，谁都有爱人的权利。商小姐爱他有什么错？我听说他长这么大，一把年纪了，都是个老男人了，也没有人追求过他，他也没有女友，难得有商小姐追求他，证明他还是有点魅力的，他该感激商小姐才对。我们老板年纪不大，不是老男人。你不是没有见过你们老板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老男人？年纪不大能掌管庞大的战士集团吗？要是你们老板还很年轻的话，他能压制住底下那一班老臣吗？所以他必定是有一把年纪的了，否则他没有资历，没有魄力，根本压制不住老臣。我与商小姐很投缘，她勇敢地追求真爱，战大少爷又是个单身的，我支持他追求真爱。商小姐说，要是战大少爷有家室或者有女友，他绝对会放手的，他有他的傲气，绝不会插足别人的婚姻感情。我觉得商小姐的三观挺正的，
不会打着追求真爱的旗号插足别人的婚姻感情。商小姐真的那样说过？今天找我聊天时候说的。我们老板被商小姐纠缠的烦透了，我倒是可以把商小姐的话转告我们老板，说不定我们老板为了摆脱商小姐的纠缠，火急火燎的结婚呢。战印，以你对你们老板的了解，他是那种人吗？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和谁结婚？我倒是有个建议，不过我是站在商小姐那一边的，所以我的建议不能告诉你。你和商小姐不过是初相识，怎么就站在她那边了？我跟商小姐是初相识，但我跟你们老板是连相识都没有相识。你说我站谁那一边？商小姐的性格我喜欢，我就支持她追求战大少爷，怎么了？我们老板不会被商小姐征服的，我站我老板这边。要不咱俩打个赌，就赌一下商小姐能不能追到你们老板，如何？你赢了，你可以让我给你做3件事，不过要我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你输了，你要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反正就是把家里的家务都承包，干上2个月。可以，我去写一份赌约。等等，战先生，你们老板身边的人都是男性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老板的秘书是不是男的？秘书长得帅吗？用男秘书怎么了？公司里很多高管都用男秘书，男女秘书的比例是差不多的。那个战先生，这赌约还是算了吧。怎么，赌不起啊？对，我赌不起，我这心里不踏实呀。万一你们老板喜欢帅哥，或者是不行的话，我这是稳输无疑呀。这赌约咱不能签了。好半晌，战印起身，扭头回他的房间了。还好我想的周全，否则就要输给他。今天感觉有点冷，又像要下雨的样子，你还要去晨跑呀？记得带把伞，别被淋成个落汤鸡。你要去市场？咱们家里的冰箱没存货了，我去市场转一圈，买点菜回来。你要不要一起跑到市场去，再跑回来？我就在小区的花园跑上几圈，你可以去附近的超市买菜的，没必要非得去菜市场。老兄，你就知足吧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多买点菜带到你店里去，中午自己烧菜做饭，别吃外卖。知道了。让我知道你在叫外卖，我就天天让关城大酒店的人给你送饭。败家爷们，我走了。不识好歹的丫头。老板，夫人老家的那班极品亲戚找了调解员，准备去找夫人调解呢。还没有把他们压到底？那倒没有，一下子就把他们打死了，太便宜他们了。咱们就慢慢的和他们玩着，让他们一点点的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，这样的报复才够狠。现在他们不管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，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，比夫人着急多了。他们也主动找过夫人，想和解的，但夫人拒绝了。现在他们便找到什么节目组的调解员，请调解员帮忙调解夫人与他们的矛盾。不管是什么节目组，你帮我解决了，别让那班极品去打扰我老婆。你好像很生气的样子，我让人去解决，再放出风声去，哪个节目组的调解员敢去打扰夫人，就让他们节目组都被取消。老板，今天夫人有没有打包早餐给你带到公司吃？让嫂夫人多打包一点，让我也尝尝嫂夫人的厨艺呗。乖，这酸味都可比酸菜了。战先生，吃面条了，要加醋或者辣椒酱，你自己加。我不喜欢吃辣，更不喜欢吃醋。你不喜欢吃啊？改天我烧几道好菜都放上辣椒和醋，让你只能看着不敢下筷。彤彤，你还没有上班吧？刚出门，准备下楼了。怎么了？你过来带杨洋去你店里吧，我今天就开始去找工作。行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以为你是骑电瓶车过来的。杨洋，要听小姨的话哦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姐夫还没有回来过吗？没有，倒是发信息叫我退还生活费，说他最近不在家里吃饭，他提前支付的生活费就要退还给他。姐，你退给他了？退了，严格执行劣质，我不占他一分便宜。姐，你还有钱用吗？我还有钱，你以前给我的钱，我每个月都存了点。姐，中午你去我店里吃饭，我从家里带了肉和菜去店里做饭的。行，我要是走得太远，就在外面随便对付一顿；要是走得不远，就去你店里吃饭。海彤姐，你什么时候买了车的？已经买了一段时间的，一直没有开上路。今天我姐去找工作，拜托我带一下杨洋。骑电瓶车带着杨洋不太安全，我便开着这辆车过来。念生，你不用上班吗？要呀，我给我姐送点厨师新做的点心过来，让你们尝尝鲜。等会儿我就回公司了。海彤姐，明天吃饭的事，放心吧，说过要请你吃饭，就一定请的。明天中午不见不散。海玲姐总算迈出了第一步，我跟念生说了说，念生她现在还是在历练阶段，无法安排人进财务部。我也问过我的姑丈了，姑丈说公司的财务部不缺人。没事，相信我姐能找到工作的。海玲姐以前就是在财务部上班的，她有经验，找工作不难的。念生，你赶紧去上班吧，天天迟到，小心姑丈扣你工资。是啊，
念生，你快去上班，别老是迟到早退的，你们公司上下所有人都看着你呢。彤彤，你姐是不是又和你姐夫吵架了？周红林还住在他父母家里没有回来，还叫我姐把他余下的生活费退回给他，说他现在不在家里吃饭，用不到生活费。这样的男人还留着做什么？总要等我姐稳定后才能想以后的事。你参加段太太的宴会怎么样？跟段少爷来电吗？我现在头还有点痛。你该不会是故意在宴会上喝醉发酒疯吧？发疯倒是没有发疯，就是喝了不少酒后装醉，然后往地上一躺装睡。我姑姑就火急火燎地把我拖走了。我想以后我姑再也不会带我去参加各种宴会的了。你倒也豁得出去，想耳根清净就不能要脸皮。我想我妈和我姑能消停一段时间的了。你姑姑估计是恨不得和你划清界限，装着不认识你。洋洋的定力很好，真乖。那是在这里还不够熟悉，等她熟悉了，屋顶都能被她拆了。哎，难得商小姐喜欢我的这些小玩意儿，我就把招财猫送给了商小姐，想着再补做一个给站印，结果她知道了跟我生气呢。我又是道歉，又是认错，又是哄的，更多送了一样给她，才算把她哄住。我争取今天就把要给她的礼物准备好，免得晚上回到家里又绷着一张棺材脸给我看。你那只招财猫既然说好了送给她的，那就是她的东西了。你未经她同意先送给了商小姐，她会生气也很正常。就在这时，海彤手机响了起来。彤彤，忙吗？奶奶有什么事尽管说，我再忙也会帮你解决的。也没什么事，明天不是周末吗？你们店里周末也是没什么生意的，休假不？奶奶想去你们家里过周末，你跟阿印提一提，同不同意？奶奶，你想过来，随时都可以过来，不用经过我们同意的，那是你亲孙子的家，也等于是你老人家的家。总要问过阿印的，万一阿印怪我去当电灯泡，破坏了你们过两人世界呢？奶奶，不会的，我今晚跟他说一声便行。你明天是让一晨送你过来，还是我们过去接你？我下午再过去。行，奶奶想吃什么菜，我晚上烧给奶奶吃。你做的饭菜都好吃，奶奶都爱吃。彤彤，你先忙，奶奶约了老友，快到时间见面了，不和你聊了。记得问过阿印，免得他怪你。这才多少天呀，交的钱又快花光了。你们商量一下，每人出多少钱，凑上一笔钱，明天去把钱交了，免得医院催。不，你和我妈的钱都掏完了。怎么叫你们掏钱不乐意了？我和你妈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烧？从你妈生病到现在，你们有谁给过多少钱？我和你妈把你们养到这么大，帮你们成家立业的，现在你妈病了，你们交点医药费不是应该的事？不，我们没有说不给，也不知道妈这一次一共要花多少钱，这几天花钱真如流水。谁叫你们没本事，拿捏不到那两个贱丫头？要是能拿捏到他们，也用不着你们出这些钱。要怨的话，就怨那两个贱丫头。你们要是不想掏这个钱，甭管你们用什么法子，能让海彤掏这笔钱就行。对了，志文还是不能回公司上班吗？还没呢，志文请上司吃过饭，打探到是商氏集团的老总妹妹要求把志文停职，赶出公司的。好在志文还有点能力，现在只是停了职，还没有把他解雇，还有点回旋的余地。那什么老总的妹妹干嘛针对着志文？该不会是那死丫头找的靠山吧？那倒不是，人家可是千金小姐，商家在宛城那是第2大豪门，家产都近1000亿，直追第1豪门战家呢，怎么可能是海彤的靠山？听说是热搜分走了商小姐热搜的热度，商小姐一怒之下才找志文的麻烦的。都是那贱丫头，害得我们损失惨重。不是说找了什么节目组的调解员出面帮忙调解吗？就算是演戏，也要演着，不能再让这件事影响了小辈们的工作。我问问志文。大，我正想打电话告诉你们，不用做好准备了，调解不成，本说的好好的，结果今天就不去了，也不说原因，可把我气死了。换一个节目组不行吗？我朋友说没有一个调解员愿意接咱们这个事，给钱人家都不干。我朋友说可能是海彤那死丫头找了什么靠山，那靠山很厉害，导致那些调解员都不敢接这个事。志文说什么了？调解员不肯帮忙了？没有调解员出面，我们只能厚着脸皮多去几次了。上次尤志明带着弟弟们去，年轻人可能冲动了点儿，老八还说要砸了海彤的店，那不是去和解，是去点火的。得跟大家商量一下，我们这些当长辈的亲自出面去找海彤道歉，看看能不能说服他删了，再发新的文章说与我们和解了，这样我们才能从这个漩涡里解救出来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小军，我去接我家那位过来吃饭，你看着店。我姐回来后跟她说洋洋喝过粥了，有好吃的会想到战先生了。
你们夫妻俩感情是越来越好了吗？谁叫我现在是他养着呢？生活费是他一个人出的，做了一桌子好菜，总要叫他过来尝尝的。我打车过去，等会坐他的车回来。快去吧，店里有我呢。单先生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，你还没有下班吧？我来接你去我店里吃饭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单先生，我已经下班，不过客户还没有离开，我还在和客户谈着生意上的事情，估计要等一会儿才能出去。要不你先回去，我等会儿再去你店里吃饭。需要多久？我没有开车过来，坐的计程车。没事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一等，你忙完了，咱们再一起回去。公司斜对面有一家奶茶点心店，你在那里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去那里接你。战总不一起？我有点急事，不能陪军总吃饭了，改天有空我一定请军总吃饭。你要喝奶茶吗？我给你买了一杯的，我先喝，喝完了换我开车，你就可以喝了。谢谢，我不喝。那我带回去给小军喝。今天怎么会想到来接我下班？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给我，万一我不在公司里，你岂不是白跑一趟？你们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也要谈生意的吗？很多时候谈成生意都是在饭局上。下次我提前给你打电话吧，我就是想着给你一个惊喜，现在看来惊喜倒没有给到，给你的可能是惊吓了。我姐去找工作，中午会去我的店里吃饭，我就多做了点菜。你往常对我既照顾也很大方，总要回报你一二嘛，便过来接你下班，一起吃饭了。海彤，我们是签了协议，不过你也不用时刻急着期限一到就离婚的，我们可以像普通夫妻那样相处着，你不用凡事都讲究回报我。就算是夫妻也要相互付出的呀，你要是不喜欢我来接你下班，不喜欢和我一起吃饭，我以后不来便是。战印沉默了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海彤便当他是默认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奶奶说想来咱们家住上2天过周末假，她让我一定要跟你说说，怕你会不同意，你是奶奶的亲孙子，怎会不同意呀？我们周末也各自有事情要忙的，没什么时间陪伴奶奶老人家，她来我们小家还不如留在老家呢，好歹她老人家的儿子儿媳都是退休了的了，可以陪她老人家。你是不想让奶奶过来住2天吗？又不是住很长时间，就住2天而已。奶奶说她就算过来，都是下午才会到，就算奶奶在咱们家住下来也没事。奶奶以前就喜欢去我店里待着，她要是住在咱们家，可以跟着我去店里。战先生，那是你的奶奶呢，亲奶奶。我不是说不让奶奶过来。行了，这件事我会打电话跟奶奶说的。战先生，你和奶奶的关系是不是不太好？咱们那个小家，你不觉得太安静了吗？多一个人能热闹些。我就是喜欢安静才一直住在外面的。好吧，你跟奶奶说吧，你决定。我还是觉得咱们家太安静了，奶奶就算过来也是住上1-2天。战先生，我能不能养宠物？他们又不会说话，况且会拆家，会掉毛，会到处大小便，我讨厌。当然，你要是把他们时刻关在你住的房间里，不让他们在我面前晃，你要养一屋子的猫猫狗狗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你和战印去哪里了？怎么才回来？我叫他过来吃饭，去他公司等的他。姐，怎么样？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有找到，简历投了一堆，都还没有回音。要不就是直接回绝。知道我有个孩子才2岁大，竟然说我孩子这么小，事情多，我容易分心，不能专心工作，把我气得够呛的。谁说有了孩子的妈妈就不会专心工作？我跟他们说，孩子有人照顾，我上班时间绝对能专心工作。人家就像没长耳朵似的，听不进去。什么时候开始，当妈妈的女人找工作还受到歧视了？姐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慢慢找，总会找到合适的工作的。先吃饭，休息休息，下午再去找找看，或者网上投简历等通知面试再出门。我网上也投了简历的，来电话通知面试的并不多。杨洋乖吗？挺乖的，有小军陪他玩，玩得很开心。我去接战印的时候，他吃饱喝足就睡了，现在应该还在睡。平时我带着他，调皮得很，我不在身边，他倒是听话得很。战先生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多吃点。海彤，你叫战印战先生叫得太陌生了。没事，我对他的称呼时时变的，反正叫的都是他，他也习惯了。姐，我和海彤都这样，想怎么称呼对方就怎么称呼，有时候我也会叫她海小姐的。行行行，这是你们夫妻俩的闺房乐趣，你们习惯就好。中午的时候，嫂夫人来了吧？苏南，你是不是很闲？一天天的就知道八卦。给你做事太闷了，难得有点消遣，就忍不住八卦一下。你这盆发财树比一晨办公桌上的那盆要大一点呢。嫂夫人那双手真是巧呀，这些玩意儿编得像真的一样。一晨能和我比吗？等会儿也让秘书给我下单，买一盆更大盆的回来，摆在我的办公桌上，看看我能不能发大财。最好把他店里的工艺品都买了个遍。
我给你打工，你给我发工资，又叫我去你老婆的店里消费，然后你发给我的工资进了你老婆的钱包，占运，你还能更奸诈一点吗？下次挖个大坑坑死你，让你知道我能有多奸诈。行行行，我不调侃你了。军武少走了？走了，合同一签，吃完饭他便回 A 市去了。军武少那些保镖真是寸步不离。军武少拳脚功夫不怎么样，他们军家在 A 市和我战家一样，都是第一豪门。为求安全，武少便只能多带点保镖了。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，何必大惊小怪？你要是羡慕武少的排场，你也可以每天带上10个8个的保镖。战总，你要的咖啡。秘书把刚煮好的咖啡端过来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中午跑去和老婆卿卿我我了，下午就没有精神上班了吧？多喝2杯咖啡哈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，该不会是夫妻吵架了吧？我看嫂夫人脾气挺好的呀。我似乎有点伤了她的心。怎么伤的？说来听听。你别管我怎么伤的，你只要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。最直接的方法也最有效，你把他扑倒，狠狠地爱他一回，保证他什么气都消了，领了结婚证就是夫妻。夫妻总要那啥的，你们夫妻俩总不会是什么都不做吧？不过这也是你的正常处理方式，毕竟是被你奶奶逼着娶了她的，说不定你们很快就会离婚呢。你盼着我离婚？我盼着你离婚干嘛？对我又没有好处。以你的脾性，你是不打算和海童做一辈子夫妻的，不过是应付你奶奶罢了。否则你不会隐婚，隐婚对你的妻子来说是不公平的，是让她受委屈的。你不在乎她受不受委屈，就说明你不打算与她过一辈子。这样的话，你与她隐婚，反而就成了对她的保护。等你们分开后，她再嫁，不受影响。不知为何，听苏南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提及海童再嫁，他心里的不是滋味更加强烈了。东明约咱们明天去老地方吃饭，那家伙每次请咱们吃饭都是去石的师傅那里。我承认那里的饭菜很不错，要不是旁边便是詹奶奶的友谊咖啡厅，可以去那里坐坐，放松放松神经，我都懒得去了。那是咱们以前常去的地方。东明是个怀旧重情的人，你去吗？有人请吃饭，我当然要去。那我也去吧，难得周末，总要放松放松的。吃过饭后再去你奶奶的咖啡厅坐坐，晚上去海边烧烤如何？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晚上我还要回家陪老婆。阿印，海童跟你说了吧？说了，奶奶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太好，我再提醒奶奶一次。我已经满足了你的愿望，娶了海童，其他事情奶奶别插手。这死孩子脾气又臭又硬，我不插手，什么时候才能抱上曾孙？